Hello，大家好。这几天仔细研究了一下 OE 的 Web3钱包，我陡然之间发现啊，OE 的 Web3钱包已经进化成非常非常方便充土狗的工具了，甚至直接在手机上面都可以操作。所以说今天呢，就给大家专门录制一期怎么去用 OE 的 Web3钱包充土狗的保姆级教程。视频的内容不做任何的投资建议，仅做参考和学习。如果屏幕面前的粉丝朋友还没有注册过币安和 OE 交易所，可以直接点击我视频下方的邀请链接来注册。通过我的邀请链接注册的话，是直接可以永久享受20%的手续费的折扣和返佣。好，然后录制这个视频之前呢，我还专门写了这一下视频的这个内容大纲。首先第一点，要给大家去啰嗦一遍的就是为什么要充土狗。因为相对于上一轮大牛市的话，这一轮币圈的行情的逻辑已经完全变了。如果你在19年到21年 DeFi Summer 那一波的行情大牛市，你只要稍微有一点认知，能够抓住趋势顺势而为，买到一些潜力股的山寨币，是能够实现10倍、几十倍的单币收益的。但是，如果这一轮行情你还相信有山寨牛，我觉得那你就是大傻逼。因为逻辑变了，时代变了，现在的项目方创业如果是能够上线币安和欧易交易所的话，这就代表着他们的项目已经创业成功了，这个项目就已经结束了他们的使命了。你还去傻逼的去在交易所上面去接盘那些山寨币，不割你割谁呀？请问？好，OK，那币圈的那些大户、资金大户，我觉得他们是完全可以在价格的低点去囤比特币，做时间的朋友，拿个3、5年他们都不慌的，因为他既然是大户的话，他手中有资金了，他哪怕他5年不干事儿，是吧？他能够留存到自己的一些生活成本之后，他能够等啊。而我们这种小资金散户又会觉得比特币太贵了，小资金去买这么一丁点又没意思，大资金又买不起。所以说，我觉得唯一的选择就是转战链上的一级市场，用小资金以小博大去抓金狗、抓新叙事、抓新东西，来实现弯道超车。虽然很难很难啊，确实在一级市场上面确实很难，但是在链上的一级市场确实也有可能会拿到大结果的。OK，那第二点的话，就给大家去总结一下土狗的玩法。我目前总结的这个土狗的玩法有这么4点。什么叫做叙事派呢？叙事派就是去找市场的热点、新闻、新的东西、新的秘密的表情、标签，或者是非常具有想象力空间的事件。你拿到这些东西来判断这些东西够不够性感，能不能引起大家的共鸣以及大面积的传播。你能够通过这种叙事派的逻辑来抓到一些金狗的话，他们的利润空间还是非常非常的可观的。然后第二种玩法就是监控一些名人派，比如说监控威神啊、监控马斯克呀、监控川普啊等等等等一些名人，但是现在名人都已经玩烂了啊，不推荐。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扒庄，扒庄的话是什么呢？就是直接把庄家背后的那些隐藏的一些老鼠仓的地址给扒出来了啊。然后通过扒庄之后，通过各种工具去扒庄，扒完庄了之后，然后去做跟单。还有一种就跟单派，跟单派也是扒庄啊，或者是去跟踪一些聪明钱包。但是呢，这种2、3、4这几种玩法，监控名人、扒庄、跟单这种，基本上都是需要在电脑上面才能够最快的去实现的，手机上面还是不行。后面呢，我也会专门抽一些时间录制一期电脑上面结合各种工具充土狗的教程。OK，接下来的话，我来讲一下如何在手机上面用 OE 钱包来充土狗。如果你还没有创建过 OE 钱包的话，可以直接在 OE 交易所的 APP 上面，然后点击这个顶部栏的这里，然后切换到这里的 Web3去中心化交易的这个市场，从交易所切换到这里来。切换这里来之后呢，需要你点击这里的创建钱包。创建钱包这里只强调一点，就是你创建之后会有一个12个英文单词，这12个英文单词就相当于你这个钱包的密码，你要保存好。怎么保存呢？你要点击这里的手动备份，把你这显现出来的这12个单词用手抄在本子上面保存好，不能够截图发微信，也不能够保存到手机相册里面。助记词、私钥也是不能联网的，好吧？OK，那欧易钱包现在呢，它其实在他们的交易的板块呢是已经收手续费了，它手续费的话是0.85%，大家可以点击左上角的这个按钮，然后选择这里的邀请计划。在邀请计划里面有一个输入邀请码，你可以在这里呢直接输入168668，输入我的邀请码，输入这个邀请码之后，你这里是直接可以显示有20%的一个折扣比例，所以说你输入我的邀请码是可以永久享受20%的手续费折扣的。好，我们点击确认，这样子就直接绑定成功了。OK，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如何用 OE 的钱包直接充土狗。当我们进到 OE Web3钱包里面之后，如果你是第一次创建 OE Web3钱包，你这里面是没有资金、没有币的。然后呢，我们需要从其他的地方，比如说从 OE 交易所、从币安交易所这种中心化的交易所上面，需要充值一些资金进来。
具体要冲什么币种呢？因为土狗这种代币最主流的市场还是属于在索拉拉这条链上面。既然是索拉拉这条链，我们需要充值的币种呢，那肯定是索拉拉这个代币。然后需要点击这里的接收按钮，找到这里的索拉拉这个代币，选择一下，就会出来你钱包上面索拉拉的这一个地址。这个地址呢，我们需要复制一下，然后复制到你的交易所里面，去把你交易所上面的索拉拉去提转过来。而这个索拉拉地址代表着你这个钱包的索拉拉地址的一个银行卡卡号，你这么理解就行了。它对应的就是你生活中现实生活中银行卡的卡号，大概打这么一个比方，你应该就会很好的去理解了。好，当你充值进来资金之后，我们需要切换到这个行情的这个页面，点击一下，然后在行情的这个页面呢，会有一个扫链的这个功能，我们再次点击这个扫链的这个按钮。OK， 进到这个扫链的按钮里面，扫链的这个页面里面呢，就会出现各种一些新出来的一些土狗代币，各种眼花缭乱，你看的啊，因为它是每1秒钟都会有不停的各种一些新的土狗出来。对于这些新的这些土狗出来之后啊，我们该去怎么做筛选，怎么去做评判？接下来我会给你一一的去讲解清楚。首先呢，我们需要熟悉一下扫链的各种一些细节的一些操作和功能。在扫链页面的顶部栏会有3个栏目，这3个栏目分别是新币对、即将迁移和已迁移这3个栏目。从名字上所理解呢，新币对那就是新出来的这种土狗代币，而即将迁移的这个板块呢，它又称为叫做即将发射这个板块。什么叫即将发射呢？其实在索拉拉上面或者是在币安链上面都是一样的啊。像这种土狗市场的话，它会分为内盘系统和外盘系统。什么叫做内盘系统呢？内盘系统的话，我给大家看一个网站，这个网站的名称的话叫做 pump.fun。pump.fun 这个网站呢，是所有在索拉拉上面的一些土狗代币发射的新出来的这种土狗代币呢，都会从这个内盘上面去创建出来。而这个 Pump 这个网站是对于索拉拉的土狗市场的话，一个革命性的一个工具。它出来之后呢，所有的人不管是谁都可以利用这个网站来发土狗代币。而且门槛非常的低，你可以因为一个图片、一句话、一个新闻事件各种一些事物的角度来发射土狗代币。发射出来的这种土狗代币呢，也并没有在所有的主流市场上面可以做成交，你只能够在这个 Pump 的内盘系统里面做交易。但是如果你发射出来的这种土狗代币市值能够达到了一定的门槛之后，这个门槛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6.9万市值美金。如果达到了这个市值的话，这个 Pump 的系统呢，会自动把你发射的这个代币直接迁移到像索拉拉的一些比较知名的去中心化的交易市场，比如说像 Redeem， 比如说像 Jupe 这种非常知名的去中心化的交易市场里面，并且会把你这个代币的所有的流动资金也会平移过去，这个就叫做内盘和外盘的一个区别。然后这个即将打满即将迁移的这个栏目呢，就是相对于说马上要发射成功的。你像这里的市值也都是快接近6万多的一个市值了像这个市值的代币就马上就要发射了，还稍微冲一点就可能就发射成功了。这就是一个即将发射的一个解释。然后已迁移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发射成功的一个代币。好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下面的一些细节和一些具体的一些功能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在这里是可以筛选具体的一些链网络上面的一些土狗代币。我们主要的战场呢还是在索拉拉这条链上面，币安链可以偶尔去观察一下看一看，其他的都不要看就这2条链，主要的还是在索拉拉这条链上面。索拉拉这个旁边呢，会有一些各种内盘的一些平台，这些内盘的平台呢，它的主战场还是以前面这2个台子为主要的一些战场，比如说像 Pump， 比如说像 BONK， 其他的呢，我们都把它去掉，都不要看，因为你选择多了，出来的这种新币就更多显得就是眼花缭乱，让你无从下手，无从选择。我们只需要去看 Pump 和 BONK 这2个平台的就够了。好，筛选这个平台之后呢，然后在这个最右边会有一个小图标，点击这个小图标进去了，就可以去做一些针对性的一些筛选。这个针对性的筛选，比如说像 Top 10，也就是排名前10的地址的一个持仓比例，比如说像开发者的持仓比例。开发者是什么意思呢？开发者就是这个开盘的庄家明面上的他的一个持仓的比例。老鼠仓呢这就字面意思了，是吧？就是做老鼠仓的这帮人持仓的占比，狙击手的持仓占比，捆绑交易的持仓占比，你都是可以筛选的。然后点击这个指标这个栏目呢，
你也可以筛选它具体的一个市值的大小，最低要大于多少啊？成交额也可以筛选，持币地址数也可以筛选，创建的时间也可以筛选，交易笔数也都可以筛选。但是按照目前的这种土狗的行情，其实并不是特别火爆。所以说，面对这种不是特别火爆的土狗行情的话，我们也不要把条件筛选的太苛刻了。不像去年那个土狗非常火爆的市场，可能1秒钟就有好几十个土狗发盘出来。甚至一天的话都有好几万个土狗新出来的，甚至几十万个土狗，那你筛选的话，你一个个看你肯定看不过来的。所以说要把这种条件筛选的特别苛刻，才能够从这种筛选条件过后的一些土狗里面去筛选这种金狗。但是目前这种行情的话，我们不需要太严格。这里呢，我只筛选了在新币对这个栏目里面呢，我只筛选了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市值。市值的话，最小不能低于$7000的市值，这就是我唯一的条件。我把它应用上去 ，OK， 应用上去之后呢，其实这里呢就没多少了，可能就10多个新出来的这种土狗啊。好，我们再继续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个细节。然后呢，土狗这里呢，它会有具体的名称，这里有土狗的一个 logo 图标啊，logo 图标的这个右下角呢，如果是这种小药丸的，就代表着这个土狗是从胖普的这个内盘系统出来的啊。如果是这个黄颜色的这个图标呢，就是代表的是 BONK 的这个内盘系统发出来的这种土狗。我们点击这个蓝颜色的这个小图标，像一个树叶的这种形状的，我们点击一下是可以直接查看，它这个是直接可以看跳转到推特上面，直接看这个土狗发盘的这个叙事逻辑的，我们点击一下确认，好，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去跳转到推特上面，具体可以看到这个代币它是因为什么一个新闻，因为一个什么事件，因为什么逻辑发射出来。我们点击翻译一下 ，OK 这里就会出来这个代币的一个具体的叙事逻辑。这就是这个小图标的功能。然后这个放大镜的一个功能呢，我们点击一下是直接可以跳转到推特上面，直接去搜这个代币的名称。你可以搜索这个代币的名称，在推特上面去看一下这个代币的讨论的一个热度，社交的一个热度啊。然后这里面的时间呢，比如说1秒钟、28秒1分钟，是代表这个土狗开盘出来它已经持续了多长时间了。然后这个地球的这个图标呢，是可以直接跳转到这个土狗的一个官网，有些土狗它还做了一个自己的官网了的然后点击这里的 AI 叙事呢，是直接可以看到欧易官方通过它自己的 AI 系统，可以给你总结出来这个土狗的一个 AI 叙事的一个总结，也可以增加辅助你去判断这个土狗的一个叙事的一个逻辑。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底部蓝针里这一条栏目，这条栏目呢，绿颜色的这个人物的这个头像是代表着排名前10的地址的一个持仓比例，像这个持仓比例呢，它就是4%的一个持仓比例，像4%的这个持仓比例其实很低了的然后这个绿颜色的这个帽子的这个头像是代表着开发者的持仓比例，开发者也就是开盘的庄家的这个持仓比例，至少是明面上的这个持仓比例它这里是小于1%的，也是非常低然后绿颜色的这个小老鼠是代表着这个老鼠仓的持仓比例，这个黄颜色的有像这种枪击瞄准的这个小图标是代表着狙击手的这个持仓的一个地址数，然后这个有点像书本的这种叠着的这种小图标它这个是属于捆绑交易的一个意思，像捆绑交易的占比的一个持仓的一个比例。好，这个币种的这个最右边的一个数据呢，这个市值是代表着这个土狗代币目前的总市值的一个数据，成交额是代表着它这里总成交的一个金额。然后这个2个人叠加的这个小头像是代表着目前这个土狗代币它所有的持币地址数是71个地址，钱包地址持有这个土狗代币。然后交易笔数的话是代表着从它开盘到目前总共有99个交易笔数。这黑颜色这里的这个闪电信号有一个买入，你可以直接点击这里，然后直接可以一键买入非常的方便。好，具体熟悉完这些一些细节功能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即将迁移的这个栏目。即将迁移的这个栏目，同样我们在这些内盘的这些台子的这个平台我们只需要勾选胖普和 BONK 就行了，其他的都把它筛除掉。然后在即将迁移的这个栏目里面，我们也需要筛选一下它具体的一些指标。具体的指标这里呢，像这种拓普式持仓、开发者持仓、老鼠仓持仓，我都没有去设置，我只会在这个指标这个栏目呢，去在这个创建的这个时间这里呢，去设置了一个具体的指标。这里我设置的最大不要超过30分钟，甚至你可以调到是20分钟。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即将发射的这个板块里面的代币，如果你超过30分钟了，都还没有成功的发射出去，基本上这个土狗代币也就废了
所以说我就不看了啊。好，我们点击一下应用，就可以筛选到这里就只剩这个4个5个了啊，可能有时候更多一点。然后从新币对符合条件的也会从下面冒出来，你需要看的呢，像这种19分钟的就直接 pass 掉，不要看了。我们需要看的像这种5秒、57秒的刚过来的，从新币对这个栏目刚跑过来的这种币，我们重点要看一下这种啊，然后看一下它的叙事逻辑，看一下它这里的一些各种的一些比例，像这种 TOPS 持仓的不能太高，TOPS 持仓超过35%的，是范围，如果你范围再放宽点，超过40%的就不要看了啊。最好像这种开发者的话是直接清仓了啊，然后老鼠仓的持仓比例呢也不能够超过，最高的话都不能够超过10%。我个人的一个评判标准的话是不能够超过6%到7%。捆绑交易的话也不能太高，捆绑交易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就是阴谋盘啊，其他的都还好啊，其他的都还好。然后它这里呢，它会有一个同车，你点击一下这个一个同车是什么意思呢？就相当于它这里有一个 KOL 的地址是已经买入了，你也可以辅助用一下这个指标来去判断一下，好吧？但是呢，它这个21分钟之后都还没有发射出去，所以说我这个基本上就不会看了啊，不会看了。反而会重点去看一些它刚过来的，比如说这3分钟的、5分钟的，甚至几秒钟的，刚从新币对跑过来的这些代币，这种代币呢就是比较新鲜的。但是这种代币并不是说你刚跑过来我就立马去要买啊，不是这样的啦。为什么呢？因为我还要同样是要看一下它的叙事逻辑够不够性感，它的各种一些指标的一些，比如说 TOPS 的持仓啊，开发者有没有清仓，老鼠仓的一些比例符不符合我自己的一个标准，并且我要点击进去，我要看一下它的一些 K 线的走势，像这种 K 线。都直接刚刚一根线之后直接就下来了啊！我像这种的话，我就非常谨慎起来了，我就不需要去冲了，除非它直接微上去，我反而会纳入我自己的一个考察范围。像这种的话，直接就一根线就下来了，这种直接 pass 掉啊。所以说这里面的话，从新币对到这种即将发射的这2个栏目里面，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多看，多看，少冲，少动手。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的话，你是需要去培养你个人的一个对新事物、新叙事逻辑的一种网感。这个网感呢，只能够意会，不能言传。为什么？因为在土狗这种市场里面，这种一些各种庄家他开盘的这种逻辑啊，都是会找各种角度，比如说某个新闻出来了啊，某个一些表情包出来了，某一个事件出来了，他会各种去蹭啊，各种去蹭。到底有些人是硬蹭呢，还是真的就蹭上了？需要你自己用自己的一个审美眼光去评判这个标准。所以说这个标准呢，我不能够直接用语言去教你怎么去评判这个什么叙事逻辑是好的，什么叙事逻辑是新的。我个人只能够告诉你，就是越是看不懂的，越是让你眼前一亮的，越是能够新颖的一些事物，你都要引起注意和重视。这个叙事逻辑够不够性感？能不能引起大范围、大面积的传播和共鸣，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达到这个评判标准的话，大概率它是一个金狗，并且如果你能够它在发射之前你能够抓到这么一个金狗，那说明未来的话，你可能在这个金狗上面可能会单币赚一个很多倍的一个收益，好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已经迁移的这个栏目。已经迁移的这个栏目呢，我就不建议大家在这个各种发射的平台上面呢。各种内盘这个平台上面不要做任何的一些去除和筛选了，都把它勾选上来，我们直接点击应用，然后在这个筛选的细节的指标这里呢，也不要填任何的指标了。为什么呢？因为它都已经发射出来了，你不需要去做筛选了。这个板块的栏目我们该怎么去做抉择和筛选呢？这里呢，我就给大家去写了一个辅助工具。这个辅助工具呢，一个是 DGDog， 中文名又叫大金狗，一个叫做 DBot， 这2个工具，因为这2个工具都有一个监控报警的功能，把这2个工具去结合到这个 OE 的这个扫链的这个栏目的已迁移的板块里面去结合的去起来用。怎么结合用啊？就是这2个工具它会有一个报警的功能，尤其像这个大金狗这个平台，大金狗这个平台的话，我到时候会把这个大金狗的这个网站给大家展示出来，大家可以下载这个 APP， 手机上面都可以下。它这个大金狗这个平台啊，它会出来一种报警的这功能，你只要报警出来的这种币，它会在它的自己的 AI 的数据，因为它这个平台是监控了很多一些聪明钱的钱包，包括一些庄家的钱包，它已经监控好了，并且监控的同时，只要检测出来各种一些聪明钱包都在同一时间在冲这个代币，它会自动的提醒你啊，某某某某个土狗代币已经达到了一个热度的一个达到了一定的热度，你需要去重点关注一下。好，它这里报警之后，你要重点在这个已迁移的这个栏目里面，你要看一下，同样有没有出来这个代币，如果都出来了，那你就重点关注这个币种，好吧？
我还是给大家用手机展示一下吧，就是在我的手机的这个界面呢，有这个 Dbot 和大金狗的这两个 APP，我们点击进去看一下啊。在这个大金狗的这个首页这里呢，它这里有一个实时的热度榜，这个实时的热度榜排名前3的都是大概率通过他们的 AI 算法以及他们监控的聪明钱包去给你筛选出来的热度比较高的，目前这个土狗市场热度比较高的一些代币。然后在这个 Dbot 里面呢，也有监控的一个工具。我们进到 Dbot 的这个 APP 里面，选择这个 AI 信号啊，然后呢，这里要筛选这个索拉拉这条链啊，筛选好之后呢，它这里会每次去报警，报警的话啊，你同样要观察一下，如果这两个平台同时都在报警一个币种，并且在欧易的已迁移里面，或者是即将迁移的这两个栏目里面，通过你的筛选出来了之后，也显示了这个币种，那你就要重点关注了。这就是我用欧易钱包去结合的这两个辅助工具，我就这么用的。并且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例啊，你像我这是昨天晚上截的这张图，然后在它的大金狗的这个 APP 里面的实时的热度榜里面，排名第一的有这么一个土狗代币，并且在Dbot 里面同样又出来了它这个代币的一个报警，所以说我当时就对这个币种呢就做了一个实时的监控啊，它非常有热度，我再决定到底要不要冲这个土狗代币，大概率就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大金狗这个平台呢，你下载进来之后，它会有个邀请码，你不输入邀请码的话是直接看不到这个实时的热度榜单。我会把这个邀请码放在这个屏幕上面啊，大家有需要的话直接填一下，也不需要在这个大金狗上面充值啊做交易啊，我只是拿来做一个辅助判断的，仅此而已，好吧？同时，在欧易钱包上面呢，除开这个扫链的这个功能，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功能，我们一一的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个信号榜单，我们点击进去，在信号榜单这里呢，它会有各种一些聪明钱包啊。因为欧易官方它可能背后收集了大量的一些聪明钱包以及庄家的地址，这里有个好处就是你不需要自己去收集大量的聪明钱包，你直接拿来去用就行了。怎么用呢？我们点击这个右上角的这个铃铛的按钮，然后把这个铃铛打勾，打完勾之后，如果它这些平台的这监控的聪明钱发起了某一个代币的一个买单之后呢，然后在这里的这个按钮，这个通知的这个按钮这里呢，就会出来有各种一些警报。你像这里有各种一些警报的一些通知，这种警报的这种通知呢，你可以稍微去盯一下，去看一下，并且结合着这两个辅助的工具呢一起用。如果这两个工具，比如说大金狗啊、Dbot 这两个工具都有对一个某个土狗代币报警了，并且在欧易的这种新信号的预警这个信号里面，聪明钱地址买入了，也同时买入了这个某个土狗代币啊，那这3个平台都在监控，都在报警，那说明这个代币大概率我们值得去关注一下啊。我大概就是这么用的啊，这个功能。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牛人榜是什么意思。牛人榜呢，就是欧易会通过一定时间的跨度，在他们欧易平台一些冲土狗的一些选手里面，会统计出来它7日或者是30日或者是3个月的一些具体的收益额。比如说你筛选的时间周期可以大一点，比如说我放大这个3个月的，这3个月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有些冲土狗的选手的他的收益额还是非常非常的夸张的。你把这一些收益比较好的一些冲土狗的一些选手啊，我们直接点一个小红心，点个小红心呢，就相当于添加到你自己观察的这个地址栏目了，并且你可以点击看一下它具体的一个盈亏的一个分布图啊，它的胜率有多少？你看一下它这个细节啊，符合你自己筛选条件的，你就把它关注起来，建立自己的一个聪明钱包的一个地址库，好吧？这就是牛人榜单的一个运用。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追踪的这个栏目的一个怎么用法。追踪的这个栏目呢，就是你自己关注的这个地址，它会有一个动态的一个变化。比如说你关注的某个地址，它出现了某种交易了，它会在这里显示出来。就大概率是这么一样的一个细节一个逻辑，并且还这个交易动态里面，你可以去筛选一些条件，比如说你可以只看买入的啊，或者你只看卖出的，然后成交额你可以筛选一下最大金额是多少多少的啊，它买入的这个币种的这个持币的地址数啊，最小是多少，市值你只看多少的，都可以去做筛选，好吧？当你筛选好具体的符合你自己条件的币种，如果你要去购买这个币啊，该怎么去购买？比如说我就拿这个币举例啊，不是说这个币值得去买啊，我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币种之后，我们可以点击这里的快速买入，点击快速买入，然后这里呢是已经设定好的具体的买入金额，然后自定义这个栏目呢可以自己输入你想购买的，比如说输入0.1个或者0.01个索拉拉，然后直接点击买入就可以购买成功了。甚至你可以切换成交易这个界面，交易这个界面呢可以点击这个底部的这个 DEX 的按钮，
点击一下，然后切换到专业这个交易。专业这个交易呢，可以直接市价购买，你输入你这里购买的具体的索拉娜的数量或者金额，或者你可以直接挂单限价交易啊。限价交易的话是自己输入你想购买的这个价格，比如说你觉得它现在价格低了啊，直接挂单去成交。但是在这种新币出来这种土狗的话，你想挂单的话，说实在话啊，我觉得大可不必，没太大的必要。除非的话，我觉得这种限价挂单的交易呢，比较适合这种已经跑出来的这种大金狗，它做了一大段的回调，然后你自己再抄底埋伏起来，这种功能还是比较适合的。这种情况下还是比较适合的。但是你冲这种新币的话，你想挂单成交的话，说实在话，你一般挂不进去。如果它真的是个金狗，它直接就拉上去了。然后给大家再说一个小细节，也就是我一个个人的经验，就是你在扫链的过程中，你肯定会遇到一种情况，这种情况就比如说像我举这个例子啊，就假设像这个小头像这个猫的这个头像，它可能会同时出来好几个，你不知道选哪一个。像这种情况的话，你一定要去看一下它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就越早的，就比如说有1分钟的，有5分钟的，你上面还有几秒钟的，你一定要选这个时间最早的，因为在土狗的这个市场里面，大家都信奉一个 OG 的这个概念 ，OG 的概念代表什么？代表着元老，代表着原始，代表着最先出来的啊。所有的这个代币，如果它有可能成为金狗的话，一定是最原始的、最先出来的这个代币会成为最终的市场的选择的一个标的，好吧？然后如果同时出来很多相同的这种图片的名字的，你要重点去关注一下了，关注一下看一下它的叙事，因为都在用这个图片、用这个叙事逻辑来发射、来开盘做土狗的话，就说明这个事件在其他的，比如说推特的这个平台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上面会比较火热。你要搞清楚它火热的原因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这个事情值不值得你去为它去买单，一定要想清楚啊。但是并不是说，有这种很多图片出来的这种代币就一定是金狗，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要重点关注一下，好吧？OK，那总结一下，首先在新币对和即将迁移的这2个栏目呢，我们一定是要多看啊，少冲，少去花钱去冲。多看的话，一定要培养自己的一个网感，培养自己去判断一个新叙事逻辑的一个土狗叙事逻辑的一个能力啊，使得自己的大脑产生一定的敏感度。这个敏感度会让自己一眼去判断这个土狗值不值得冲，值不得去你自己为它去买单，并且要结合这些具体的一些指标细节。这些指标细节的话，你自己冲多了土狗的话，你也会有一个评判的标准。反正我个人的一个评判标准的话，比如说开发者的持仓最好不要大于30%，甚至你可以把标准放宽一点，40%，超过40%的我一律不看。开发者的一个持仓比例的话，我是6%，老鼠仓的持仓的比例我是6%啊，其实稍微高一点、低一点都无所谓啊，也不能太离谱。狙击手的话是10%，捆绑交易的话是30%啊，这个市值是我自己设置的啊，不要的。然后持币地址的话，一定是要大于30个持币地址，如果小于30个持币地址了，那还看它干嘛？或者成交笔数啊，至少是50笔以上啊，就大概率有这么一个评判的一个细节的一个指标标准吧，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经验，大家可以结合着自己的一个冲土狗的一个实际的情况来定。而已经迁移的这个板块呢，我个人建议是结合着这2个辅助工具来去用啊。如果这2个工具都同时出来对于某个币种的一个警报之后，并且在这个新币的已迁移的这个栏目里面，如果有这个同时报警的这个币种呢，你就重点去关注一下了。然后，再给大家去提醒一点，就是新币或者是刚发射出来的这种币呢，大部分都只适合 PVP。PVP 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大家玩过游戏的都知道，就是相当于你在，这种土狗市场里面，其实玩这些代币的没几个，相当于你们几个人都同时在去抢低点，然后去卖给对方啊。如果哪个在高点接盘呢，就成傻逼了，这就是 PVP 啊。然后土狗的市值呢，我设定了我自己评判的一个标准的门槛，就是20万市值到80万市值呢，它是一个一定程度的一个标准。如果超过了100万市值了，是一个门槛，是一个小门槛。如果再往上走，超过了300万或者500万市值了，又到了另外一个门槛了。如果再往上走的话，到了1000万市值了，那又到了另外一个高度的门槛。如果到了3000万市值，又到了另外一个高度的门槛了。5000万市值往上走，那就很有可能都是市场的合力以及背后交易所所决定的一个市场走向了。因为超过了5000万，像这种目前土狗的这种行情比较冷淡的这种土狗行情的话，能有一个1000万市值的土狗都算一个大金狗了。如果能够到5000万市值的话，那
到了这个地步的话，基本上有一些小交易所或一些二线的交易所都要准备上线了，都会主动的去上这个土狗代币了。所以说这里面决定它目前未来的市值啊，未来的一些价格走向，都是由市场的合力和背后交易所所推动了的，也不是你一个散户几个散户所能够决定的价格走向了。好吧，好，最后我给大家去做一个冲土狗的个人的一个忠告，就是第一点，土狗永远只适合以小博大，并不适合以大博小啊，你不要千万直接把所有的钱直接就梭哈了，好吧？第二点就是涨上去了的，如果你抓到了的土狗，一定要分批止盈，最起码也要出本，不要去贪，不是说你所有抓到的，一买进去感觉去涨了，就觉得是抓到金狗了，都觉得会涨个几百倍、上万倍，甚至不要这么夸张，好吧？然后第三点就是，如果你不是全职去做这个土狗交易，我不建议你去参与这种新币的 PVP。如果你又边工作啊边去冲这个土狗，你大概率是批人家专业的玩家是批不赢的，因为土狗的这个行情市场的话是越来越专业化了的，不像当年沈腾在春晚交易所喊一句多个 king 的那个时代了，那个纯土狗时代的话，就冲一冲玩一玩可能还赚得到钱，但现在的话是非常非常专业化、团队化了啊，各种工具都出来了的。所以说，如果你不是全职的话，我不建议你去在新币市场里面去做 PVP。如果你是自己想要全职的话，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盈利模式和赚钱逻辑。如果这一段时间你一直经常在亏损，那我建议你就直接去休息，休息好，调整好心态，调整好状态，再出发。好，那这期视频的话，我就给大家去分享这么多，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土狗代币能够拿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能够对你起到一点点的帮助，请对我的视频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你还有其他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同时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我看到了会第一时间回复你的。好，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